是罗西娟的邻居。哇，一开始就丢下一个震撼弹。2026年第一集的 Roti John Podcast 节目终于回来了。然后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还好啦 ，OK 啦，没有相信很重。大家都认识他是谁。然后我们一起来欢迎 Alison Yee，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罗西娟的邻居。哇，一开始就丢下一个震撼弹。其实我最近才发现，我也是最近才发现我的邻居哎。对啊，住了这样久才知道你是邻居。非常住了很久吗？你这边？哇 ，at least 1年多哦。1年多啊。哦。哇，非常有荣幸啊，跟网红。哎，别这样讲，这里有很多跑步的人都是住这里的。啊，所以你想要厉害啊？我不要帮发展商打广告嘞。不要让你们知道我们住哪里比较好。说。So Alison， 你是 KL 本地人吗？其实不是，我是关丹彭亨州。所以你从小出生就是在关丹？对，06的 ，IC 06的。哇，你直接把你的号码报出来，你没有啦，中间啦，06把行的吗？哦，你没有把你那个前面的号码2个号码报出来啊？我是06那个 state 的是06，不是。OK， 我以为你是前面2个号码是06。没有啦，那个太年轻了吧，06。所以你从小就在关丹出生，然后过后你就几时 move 来 KL 呢？读大学的时候 ，after STPM 就来 UPM，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所以你是在 UPM 上大学？对了。读修什么课程？你应该猜不到，通常 business 没有啦。UPM 出名的就是读Hutan。Hutan？是啊，以前是叫 University Perhutanan Malaysia 嘛。哦。现在才换去 Putra 嘛。所以你是研究森林的什么吗？我被拍到啦，其实算，因为你 UBU 嘛。对。我是拿 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Wood Science。So 以前我蛮常进出森林的。很有讲究还是有？没有啦，考了试就忘记了。考了试就忘记，以前我一看这个叶子，看那个树的木你就要慢慢的猜，这是什么树？它的名字 scientific name。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你会没有啦？这棵是什么树？那棵是什么树？没有啦，现在这个青色就可以了。然后我好奇，因为我看你 IG 或者是你在做 social media 的时候 content， 你在镜头前面跟镜头后面，其实你觉得你的个性是同样的一个人吗？还是因为我发现你在镜头前面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过后也非常 active 的人，可是你在私底下 without the camera， 也是这样开朗 active 的人吗 ？OK 啦，没有差别，一样的，只是可能没有喊来喊去罢了。这样很好哎，一样啊，就是可以做自己哎，就不会讲，因为我本身其实我是一个矮人来的。introvert 我也是啊，我的什么那个 MBTI 是矮。你跟人家讲你是矮人啊？矮的，因为我是 INFJ。不像哎，你是矮人不像哎。可能矮人也有 level 的。你是比较靠近E的那个矮。我可以很安静的，在很陌生的环境，我可以很安静的。可是你如果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会去主动跟人家沟通吗？我会 survive 啦，会啦，我会去跟人家沟通啦。可是如果就是说你的本质可能会，如果会 defensive 一点。of course， 你每一个人在陌生环境，你在头那个1个小时啊，你会熟悉环境先，然后你才会做。OK， 我要讲什么我要去找什么人讲话。如果你去到哪里都哔哩吧啦哔哩吧啦的话，好像我觉得有点像上班那没有读书啊那个人。然后 back to 好像现在你是一个可以说是 KOL。more on active social lifestyle 的一个人，就是 on sports 的。然后其实你是几岁开始接触运动这一方面的呢？你从小就开始运动了吗？你觉得我这个样子看起来从小就开始运动吗？很难讲哦，我觉得，因为
我知道你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运动了啦。没有很久很久啦，就 OK 啦。开始运动的话，应该是我要上大学的时候 STPM 咯。因为你 SPM 过后你要等成绩啊，没有东西做。什么原因？以前我很圆的，然后你那时候你圆比较可爱啊，很可爱啊，很可爱，然后女孩子比较爱美啊，然后那时候你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去运动跑步哦。因为不懂，因为你一个完全对运动没有概念的人，你要自己一个人进去 gym， 又好像觉得我很害羞啊。所以你是因为要减肥啊？可以这样讲吧？不是因为要忘记什么恋情啊这样的东西啦？没有啦，哎呀，很多人哦都是这样的哦，因为要忘记一段恋情啊，要发泄就要运动。哦，你是因为要减肥啊？那种也是因为你可能你的出发的点是在人生的别一个阶段过啊，我不知道每个人的那个 starting point 不一样啊。所以你 starting 的时候，其实你是先接触什么运动？就是跑步吗？就跑步哦，因为那个是怎样讲啊？一出去家里就可以跑运动，就可以去奔卡路里那一种嘛。OK 了，除了跑步，然后你就会上网去找那种塔巴达。10 minute workout beginner 那一种啦，在家里做 OK， 通常都是会稍微在家里做，然后你要 up 一点点 intensity OK 原来是要做 cardio 有什么最简单就是跑步哦，开始你 brisk walk 啦，可能你 brisk walk 走路，你觉得哇很闲啊，一开始你跑步啊，就运动的时候就爱上了没？还是其实你 OK 也是花了一段时间你没有讲爱不爱上啊？那时候哪里你以为拍拖咩？你一见到他，爱上了没有啦？就你会慢慢的发觉，你越来越怎样讲啊？这个变成 routine 了。OK， 我 set 好了，我要 OK， 我的目标是我要减多少 kilo， 我要怎么样 ？OK， 我一个礼拜我要3次我要运动，那你就会去做咯。你就做了那3次过后，你觉得其实也没有难啊。OK 啦，我可以坚持下去。OK， 下个星期4次啦。所以那时你有见到你有瘦下来的效果吗？还是你有变 fit 的效果吗？它不是单只是瘦下来是什么啦，就一定是 OK， 外观上一定会有变化的。你讲你只是去跑步，然后回家又大吃大喝，一定不可以啦。这样，以前没有现在资讯这样发达了嘛，就完全靠谷歌。就 OK，what should I eat？ OK， 你才知道原来要吃 protein， 要什么要吃一粒啦，这些就慢慢去学从中学习这样子啦，慢慢了解自己身体。原来我需要carbohydrate来什么这样。然后，因为如果要讲完你以前的故事，我觉得是讲不完啊。讲不完的啦。所以我们讲重点的那种哦，你23岁直接过后就参加 SEA Games 了。然后其实你23岁，距离你 starting 运动是几多年呢？4年 maybe 4年。如果你讲 let's say 我18岁开始的话，18、19、20、21、23，大概是5年 maybe。因为我SEA Games之前我已经去 Ironman 啊 ，Half Ironman 啊 ，Full Ironman，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Audax 咯。现在的新手应该不是很懂什么是 Audax。Audax 是一个好像一个 series，OK， 一个 long distance series， 好像 ultra 这样子，ultra running，but 它是有200 km、400 km、600 km， 然后就1000 km 了。然后你每一个 km 就 drop 一次，然后你才可以去参加大概1000 km 的。它这个是完全是 self support 的一个 cycling。以前你在马路上骑脚车，没有人鸟你对。现在你在马路上骑脚车，来讲你是傻子。是。这以前是很和平的一个。可是那时你已经是来到 KL，你19岁开始运动，那时我你就是20岁吧？几时上大学啊？20岁？20啊？应该是17是 SPM， 你是 STPM 的话 ，STPM 是18、19，然后20咯，20来这里咯。所以你来到 KL 才开始运动。才开始也没有说来到这里才开始运动，来到这里才比较认真一点运动这样子啦，认真一点。哇，你也很厉害耶！去到 SEA Games 那时2019，我查一查，是在菲律宾的。然后你参加的那个是什么？Super Sprint Distance Run Bike Run。
它是 duathlon， 然后它的 format 是有 relay，还有individual，so individual 就是有你要做 Olympic distance 的10km、40km 骑脚车，然后还有一个10km 的跑步。5K 先啊，因为它是 Olympic distance， 5K、40K、10K 啊。然后 relay 就是很短的，你要跟你的 teammate 咯，轮流哦，一直轮流。所以你是在那边参加这2个 races 啊，2个，对。然后如果其他的话，大大小小的本地的都有很多啦。跑后面其实我参加过4次了。然后full的 Ironman 你参加过？我参加过1次，那时候1次。不便宜啊，一次就 OK 了啊，不便宜啊。哇，你的 early years 都已经很多 experience 了哎。就很久以前已经其实是人生清单已经定了，所以你讲现在这样，要不要再人家问要不要再去参加这个那个的，我讲又要 over again 做回多一次，然后你现在的那个钱要给更多，因为它已经更贵了。对。以前你 imagine 以前我报名 Ironman 我只需要给2000多块，现在差不多4000块，说真的是一样的东西耶，然后他就觉得有钱人的运动了变成。是咯呀，以前也是我觉得很贵啦，不过你就存钱咯，因为以前比较觉得没有做过嘛，就要去做。对，然后近期你就只是比较专注跑步吗？其他的那2个运动，像是游泳跟骑脚车，就有做吧。但你讲我去特地去比赛的话就没有啦，因为我比较这3样最喜欢是跑步啊 ，of course 啦，跑步是比较肉眼可见的的那个数据可以进步，然后人也比较多啦，就你的朋友群也会比较多。你骑脚车和运动的话。你来来去去10年里面还是一样的人就是没有什么增长的人比较，他没有增长，他只有减少，是吗？骑脚车也是，他入门槛很高啊，慢慢开始蛮多了啊，哪里有？不会吗？已经关了多少间脚车店，你知道吗？我不懂啊，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在骑脚车。没有，I mean 他没有，因为他入门槛很高。首先你要有辆脚车啦，对。然后你有了脚车，你要去找人家一起骑脚车，对。这个他的很烦气，除非你从以前认识到现在都有固定的骑脚车的朋友，OK， 不然的话你不懂讲一个人自己start。他的那个入门槛很高，还有他比较难被我要去骑脚车就骑脚车这样子，这样子没有的。因为你骑脚车入门最便宜，你一进来4位数，可能就你4位数其实不够3000、4000，可能是 second hand， 可能你要5000以上的刚刚好的是吗？那个就好像比如说你买一个 Nova Plus 吧。对，最 normal 入门的那种。然后你穿 ，let's say 你穿 Nova 穿了几个月、几个年，要 upgrade 啊！哇，那你可能然后一定要买 Metal Speed 啊，这样子的那个概念啊。可是你讲买鞋子 OK 啦，是咯。脚车所以那个花费更加高啊。然后脚车它的入门很高；2，它的你一定要去大马路。大马路，然后还有存在的风险的。对，然后好像最近发生了很多的 case， 像是那车撞到脚车这个大大小小你时常都会听到的。不过很多的是你一定要有朋友一起啦，然后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你怎样都比不到马车路上面的车啊！你是皮包骨真的很危险。你不用去跟人家打架的吗？是啦，你就让路跑哦。然后你有想过，万一如果有一天你不能运动了，还是你不能跑步了你会做什么吗？我不能跑步了，会做什么？不能跑步，不能游泳，不能骑脚车啦，你会做什么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有，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来，你假如除非我的脚没有脚了啦。有脚啦。就是你不想跑步了，还是不想要运动方面以外？不想要运动啊？那你就教人家运动啊。你会想到做 coach 这样的不要的东西吗？如果我真的是要去做一个 coach 的话，你的责任很大的。我不太喜欢或者不太鼓励说你要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前途而负责。所以你喜欢被 coach 啊？OK 的，你喜欢被人家骂。我给 advice 是可以，可是你讲我要对你负责，我收你的钱对你负责的话，我就觉得
有点你去耍别人啊，然后我骂你又不是，是啊他怎样？你喜欢骂人的吗？没有啦，我骂人又不凶。没有听过，有人听过 Alison 骂人吗？应该有吧，应该有的。下次要拍出来的。给我看呢。可以。我骂人啊，很少嘞，我很少骂人的。我最多我自己找费事跟你，我理得跟你讲话，我就走掉。然后其实我在看你的profile 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你以前有一段时期是有做烘焙的，现在还有做烘焙吗？哦，烘焙那时候其实我的兴趣是很喜欢煮饭。我很喜欢煮饭，我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16岁的时候我有参加过煮饭比赛的，在得了。哦，是代表八行什么？哦，代表八行啊！哇 ，culinary 的一个比赛。它是属于甜点还是？然后它就煮西式、中式。西式吧，西式不是甜点，因为那甜点是你要很大的 technique 了，你要另外去报那个 course 的。我是所以你是纯粹于喜欢，所以你是西式的。西式。来，pasta 什么都可以啦。就我以前我很喜欢啊，现在我也是很喜欢的。就以前我读中学到大学之后，你要找钱来去比赛或者去运动啊，还是什么，你要买你要的东西，但是你就要想办法。去找钱这样子，我能以我的技能来去找钱，或者我烘焙可以卖饼干啊，卖蛋糕啊，还是卖什么啦？就每一年过年我都有做过年的饼。一个这样的烘焙的，算是小 business 吧。以前你就卖新年饼啊。你以前只有 Facebook 嘛，你就 post Facebook。当然开始只有姨妈姑姐和你妈妈的朋友啦。OK， 然后人家吃到好吃哦，他们就介绍给人，他的这个谁女儿做的东西很好吃哎，你要去 order 嘛。然后就这样了，慢慢的，邀请了的 post 下你的照片啊。我现在我有做Burnt cheesecake 1粒多少钱？你要的话，你可以来联络我。那现在大家还有机会吃到你做的？有的，很 special 的 order 啦。要 special 的，不能那种太普通 order。我都不会特地去卖啦。如果你生日，我又跟你是很好的朋友，我会做给你吃啦，没有问题的。太好了！哇，认识你的好朋友真的是好啊。不错的。可以亲手做，等下我做给你吃。我做 cheesecake 给你吃。邻居吧哦，这样又方便哦，直接拿去 lobby 就搞定了。可以，没有问题。真的很，我什么器材都有了的，oven啊那种东西。就说你就算在这边，你现在也是有那些 equipment 也有在你的家里面。有那种，当然不是 heavy duty 的啦。不是 heavy duty 的啦。就是 home use 的吧。home use 的。然后 back to 你 running 的这个 sports 最近你在Langkawi International Half Marathon 上个月，对，不是去年，sorry 12月，去年了，我老是 OK。然后那个可以说是你最好的21K 的成绩，是吗？对啦，因为我其实也是有关注你一段时期，你从可能1小时40分，然后经历136、135、134，然后就慢慢去之前，然后你在 LIHM 里面你就得到131。对131。哇，进步很快哎！应该是1年的时间吧，可以说。1年啊，对了，1年。然后你对这个成绩，其实你是满意，还是其实还没有？我没有意见哦。到我的。还没有到我的 level。哎呀，我没有意见的，有进步就可以了啦。因为我又不是要去代表国家去跑，对自己没有。One day 你，可以了，就你讲如果有没有达到自己要，一定有啦。你有付出，一定有收获的嘛。这样，以前我跟你讲，以前跑131的话，你已经神了。现在是大把131啦。大把啦，女生sub 130还不是很多啦。其实你这个训练周期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样训练 for 你的marathon 或者 half marathon 都好，因为有很多我的观众可能他们是新手或者是刚刚开始跑步，可能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了解更多人的不同的训练方式。其实我相信啦，或者是我也觉得，其实
训练的那个方程式是一样的，一样的。你首先一定要把它分成3个阶段，base building，然后你有 loading 和你的 picking，然后到你的 race day，对，一定的。你不可以贪心啦，你讲我又要跑这个，又要跑那个，又要跑这个，又要跑那个，突然间又参加一个full marathon这样，一定是会。要准备一个周期，对，一个周期，所以你就 target 咯你要的，event 在那里做好的成绩，let's say 你讲 OK， 我一定要在 stand chart 做 half 我的好成绩，OK， 这样你就 work backwards，OK， 你要准备多少个月的时间，多少个月时间来for 那个 race day 你要有 base building，base 至少要给新手的话，其实越久越好，越 solid 越好，大概3个月，一个 block 要3个月，然后你的 picking 你的 loading 或者是你的 loading， 你就要慢慢开始做有一点点的 speed work，一个礼拜的 speed work 1天，然后你要有 strength training，然后第2个礼拜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可是 intensity 会改一点点，加多1个 rep 或者是你的 interval 会长一点点不会很多，多一个100米这样子吧。可是慢慢来的，慢慢来，然后就到你的 picking 然后就这样子 taper， 最后就然后才 race day。可是很多都没有那个耐心在中间和后面那个阶段。怎样说呢？怎样说呢？就是你在中间的时候，就是你慢慢开始要做 speed work 的时候啦。我会觉得很辛苦可能做到一半就对，可能你会觉得可能有8次，你做到4次，觉得很累然后不要了，OK discount 一下6次当然，所以这个也是会其中一个 factor 会让你更慢拖慢了你要达到你要目标的时间，所以你不可以懒惰啦，你要 discipline 一点你要 discipline。所以你在去年2026年，去年是2025，今年2026年，去年2025年你有什么赛事是有可以说是一个 full cycle 的周期有 training 的？有 KLSM 还是 LHIM 还是哪一个有吗？不是 LHM，LIHM。LIH 兰卡威 International Half Marathon。OK， 有2个啦，我比较重视的就是Sydney Sydney 和 LIHM Sydney 是几月8月31号，我就记得8月31号Merdeka，然后还有一个是21的是在年尾之前那些都是让我自己去参加别的东西啦，可能我还有去参加 triathlon 的短的啦，然后大大小小的跑步咯，有一些是 boom run 或者是 Terengganu 那些被邀请要去的那一种我就没有太大的 target 还是什么，可是我会把它做成一个 fitness test。我还是会很认真的去跑，然后看我拿到什么时间，然后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 fitness level 在哪里，然后慢慢调整或者是增加减少所以你的那个 LIHM 或者是 Sydney 都是来12周还是16周吗？你的训练周期还是其实更短一点？没有算 base 了啦，因为 base 已经是base 我们一路来都做着 base。对，如果是讲12个礼拜吧。12个星期，我的 level 是12个星期啦，有些人会要更久，有些人会要比较久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你在这个训练周期里面，你1个礼拜你会来有2天是 speed day， 还是1天是 speed day， 然后1天 long run？ 12个星期的第2个 second half 的话，有2次是 speed 的。1个礼拜有2天是 speed。对，一个短一点的，一个长一点的。所以你是来 Tuesday、Thursday 做 speed， 然后Sunday 就 long run。对。我相信很多跑步的人都是来 follow 类似来 Tuesday、Thursday， 然后 Sunday。当然也是可以换看你因为通常才比较足够 recovery 嘛。如果你讲你要跟大家一起跑的话 ，long run 当然是星期6、星期日啦。对。然后你在做这种训练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你也是 under coach，
你是 coach by Gigi，right？有一段 Gigi 那段时间，去年的一整年，so 还 OK 吗 ？OK 啦，肯定 OK 啦，我看到你成绩 OK 啦，当然 OK，其实 coaching formula 是大致上谁的 coach 都好，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有一个人监督你差不多一样，也没有讲很监督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我只是需要一个课表，我做，然后问他 OK 没有啊，意见啊 OK 吗 ？OK 就 OK 了，因为我已经有 experience 了嘛。如果你讲 beginner 的话，会比较需要多一点 guidance 手拉手这样子，比较会要改正这个改正那个，或者是不一样的东西啦。可是我好奇，有 coach 跟没有 coach 其实你觉得有差别吗 ？OK， 有的，因为之前的我那些 race 都没有 coach 的 ，only for running 啦，for running。都是 triathlon mix 在一起的，所以我只是 pure like 如果真的是要跑的话就跑但我们没有会说我要有这个 phase 那个 phase 这样。如果讲 engage 一个 running coach， 这是我第一次啦，running pure running 不一样一点。所以他会对你会比较去跟住 coach 的课表吗？一定哦。然后如果你自己劝的话，可能但你还要 coach 来干嘛？你以为我又不要听你讲话，就好像有点矛盾啊。如果你讲你要一个 coach 来 coach 然后你拿到那个课表的时候，你又不要做，然后这样你要做什么？所以有 coach 的话，你就会可能因为有一个人监督你，所以你就会可能比较听话一点，会比较 follow 住，比较可以跟完那个课表对，而且也要看 how bad you want your goal。如果你对你的我要拿到的那个时间，我要达到那个时间，爱理不理这样，那就算了啦然后你在训练的时候，其实你大多数是看心率、看 effort， 还是你是看配速的？配速。你不管你的心率心率还是不管我啦。你大多数是看pace 啦，就可能。3day long run 我要做440的配速，我就 OK 440，我不管你我心率是几多，我就 lock 440可能有时候可能那个星期我的心跳很高，因为我就知道高一点点，可能我就会觉得我的 body 是比较 fatigue 啦，那个星期我又没有到我要晕掉 ，so it's fine 啦。所以你在训练的时候，你都是跟配速。它只是一个心跳，它只是一个。guidance 或者是一个东西让你 monitor 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真的 purely 你要跟着你的心率的话，因为心率它是一个很 fluctuate 的东西，可能今天你工作上很累，睡觉不够，它一定心率很高的所以就是这样咯，没有理由我们每天心率都是还又不是button OK， 我今天我要这个按，今天我要这个度，我要按，没有了，它就是跟着你的生活作息。因为有些人跟心率就是知道，我 maybe today 我 run 160心跳，我可以跑5分钟就160，然后 next week 我跑450，我就已经我也是一样心率，可是我跑40，代表你 fit 了，fit 了而已。based on 这个 check，如果你是跟配速的话，你可能也是调转来看，就是说你跑5分，然后你的heart rate 有没有 drop？ 可以这样讲啦，你就会 feel 到可能我轻松一点，反正我不会对那个 heart rate 的数字太过于执着了，它只是一个 range 了，对了。你试下你前一天晚上去喝酒一下，你也是很高因为现在我本身呢，我以前也是跟 pace 的，然后最近我在 train for 我的marathon 的full marathon 的时候，我就比较跟我的 heart rate， 因为可能我想要换一下我的看那个数据的那个方式没有对错啦，所以我就跟着 heart rate 咯，就可能我要跑今天我要跑 long run zone 3吧，我就跟着 zone 3，然后如果我是 threshold 我要 zone 4，然后我就跟着我的 heart rate， 所以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训练方式，所以看哪一个是比较适合你本身。对，但可是如果你已经很厉害用 heart rate 来跑的话，我相信你也是已经是一个很 experience 的，你大概知道 OK， 我这个 feeling 是大概可以 hold 一个450，然后我还是很 comfortable 的就是这样。
对可是新手不会啊。所有的他们真的是对这种对没有概念。有一点对。啊，然后你本身现在训练的时候，来分享一下你的跑步的装备装备啊，啊。So like what gears 你蛮喜欢用的，like for 你的 easy days up to 你的 race day。可以 share 一下这个是比较像 shoe rotation 这样子的哦。easy 当然是你穿那个又舒服，又可以走路的那一种鞋啦，又不会说很硬，又不会说很软。像是 ASIC 现在很多双，可以说是很多双 daily trainers 啊。一定啦，就因为所以你是会一种 rotate 的吗米养百种人，你会就都会这样多啊，比如说 Nova Plus 啦， OK 又 Nimbus 啦，又不同的鞋啦然后又 Super Plus 又 Mega Plus 啊，哎呀，又什么 Sony Plus 啊，什么啦，这样子噻。其实你有没有来你的用完 preference 还是我会啊，OK，let's say easy，可能因为有时候 easy 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小时的 easy 的嘛，可能我的 easy 要8个 km 就好点的那一天 recovery 就一个 no plus 就很够用啊。所以你是 depends on 你跑的那个 activity 时间啊，对了，然后再对去选你的鞋子，对，然后你 race day meta speed of 一 course 定啊。 Edge or Sky 我是穿你是 H 啦，现在 Edge 之前我穿 Sky，啊，可是过后 try 了 H 的话，其实 H 比较适合。更适合啊没有讲长距离、短距离你都会比较喜欢 H 吗？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5K、10K，我觉得 Sky 比较 OK， like 21 above 42。每个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啊，虽然它的那个差别不是很大，可是当你把它距离拉长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分别。可是for你现在 current， 因为你也比较多参加长的21，我穿 H 你都是现在穿 H。因为你讲我以前以为我是 strike runner， 我以为我觉得脚绑到很大嘛，开很大 strike 很大就好像很大，其实没有哦。然后再看回我的数据啊，因为你讲大 OK 啦，我脚这样短，几大都是这样大不好啦。可是它的 cadence 其实都是维持在17多到180。你的 race 的 cadence 是180左右，还是175左右？175以上啊。175以上。 175以上，175以上。你不会去到190多、200这样的？没有啦，没有到这样的那个又太快了啊！我觉得我的脚会打开掉啊。所以你是开 strike 的人 ？strike， 对啦，可以讲我是开 strike， 可是也没有说 strike 到好像那种脚长160啊，strike 160多吧，它的那个 cadence。然后说你就会用 H。这样其实你接触 ASIC 这个牌子哦，已经应该2年多吧。2年多。2年多。去年你成为了 ASIC 的 ambassador 代言人，对吗？算是去年吧。那个是你其中一个 milestone 吗？人生的 milestone 成为大品牌的。可以这样讲啦。如果你问以前的我想都没有想过啦。当然，就一定是一个 milestone 或者是一个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啦。顺手推舟的，做到了这样子。所以也想要看到更多的，2026年更多的不同的你。Right, so I think we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which is 你的赛事的补给的策略啊。补给 ，OK，就是你吃胶吃盐，其实你应该你一定会吃胶咯。盐你会吃吗？盐要看那个 climate， 看 climate 啦。在 Malaysia， 我 OK 要看你 sweat loss 是多少啦。如果你已经习惯吃盐环的话，你就继续咯。可是如果还没 try 过盐环的话，你可以去在你的 long run 的时候 try 一下，一粒可能before 吃一个，因为它其实盐环就是跟你的 electrolyte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了。你喝 electrolyte 或者是喝你泡的不什么啦，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 formula 的。对所以这个是很个人的东西。所以你本身赛事像是我们讲 LIHM 的话哦，那个我没有嘞。你有盐吗？我没有因为我的 gel 已经有盐足够了。太多盐的话，
也不好啦。太多盐你就会变得水肿。它 absorb 太多，对啊。水肿啊！你前一天晚上你吃咸一点东西 OK 的，一样的东西它就是盐啊，不会说特别的要去买盐环来吃。然后你跑那场半马，你吃2包胶还是3包胶？多过哦，你吃很多下哦。我比赛之前会吃一条，第7 km 吃一条，14吃一条，然后我觉得有点顶不住的话，就18再吃一条啊。没有人嫌多的嘛，4条啊，4条。我会再。可是你不会讲，好像因为有些人会去算，how many carbs per hour 这样，你会算到这样精准的吗？其实你有算过吗？没有啦，你就是觉得你算到这样的话，你连每一粒饭你都要算啊，多少个 carbs， 没有这样算的啦，因为身体会，它很聪明的，有多的话不是收起来再用啦，不够的话你就会崩哦，你多好过少啊。所以你的大致上你的赛事可能是3包到4包就3包到4包啦，对。before 到结束都有4包，如果 half 的话，10K 我都有2包了，10K before race 更多，我全部8包。then 你是会穿那种 compression 的 waist belt， 还是你这样缩你的腰嘞？还是你有我的裤子有 pocket， Asics 的裤子有旁边和后面一个大 pocket 的。你是 compression pants 还是 normal running pants？ normal race 的 running pants 所以你比较少穿 tights 去比较少，除非是没有我很少穿 tights 嘞。你都是穿 running pants 它是 double layer 的啦，它这里面就是紧身裤，也不用很紧的那种啦。然后外面是裤。可是你放那个胶，它不会像有些人会觉得它会摇来摇去，swing 来 swing 去，还是你习惯了？你的裤子够紧，就不会摇来摇去啦。因为你 FM 可能你要带更多包，6包、7包。如果塞不完，我就用手拿这2包先了。拿这2包。很快嘛，吃完了，你又不是很重的东西，对，不然就放在衣服里面塞着或者是裤子或者是你会想办法啦，或者是你的带一个什么嘞 race belt 可以啦，你带一个 race belt。在外国的话，可能可以放那个放在这边，我放过，我试过，它就走一半然后就飞来飞去，就没有了，拔出来了就可以拿着，因为你拿着其实没有很重吧的，左一个右一个，其实它 balance 的。而且它也很小包 ，maybe 50 gram 吧。对，很小包的东西而已。当着它是一个10块钱的东西，你不要掉就可以了。So 2026年 upcoming， 你有什么赛事？因为我看你 IG maybe few weeks ago 你 post 你会去 Osaka Marathon。对。Japan。对。So are you looking forward？蛮 looking forward 的。怎样讲呢？他是。我对他没有很大的 set target 是什么？因为我蛮迟知道，他不是在我6个月前已经 plan 好的东西没有啦，他就是在 after 我 LHM 的几个礼拜，然后才知道你去 Osaka OK， 然后就以 current 的 fitness 和 muscle memory 去跑了，它是很冷呐。对。我如果想以前跑 Tokyo Marathon 时候的那感觉嘞，它是一个会让人很冷的，会很容易 cramp 的一个。所以保暖要做得好。对，可是怎样讲，你做得好也好，我们不习惯。我们习惯。我们就去那边拜4或者拜5到那边，你就要用那2-3天习惯那个冷天是有点难啊，就好像他们来这里每天流汗流到不懂哪里去，要去跑也是很难的，就跑吧哦。所以那个 race，而且是你在日本的第几场？第2场吗？第2场。所以第1场是 Tokyo Marathon。如果是想 full marathon 是第2场啦。对了。然后上次还有一次是短的是吗 ？Speed race 那个是 Tokyo Speed Race。对，那是5K 罢了。5K， 对啦。So 今天的这个 podcast 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Alison 的，记得去 follow 她的 IG。我相信没有人还没有 follow 她的。有嘞，有的。记得 follow 我的。有的，你 follow 我的弟兄啊，一定要啊，这个，哎呀。然后
如果要关注他更多的，记得去 follow 他的 IG， 看一下他 upcoming February， 就是这一个月，我们会去到 Osaka。对了，大阪啊，叫大家对可以去到大阪，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对了，对了，看我们怎么样在冷天跑步吧。都记得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记得按你的小铃铛，哎，没有，一站不是一键三连，记得一键三连。All right，see you，bye。